大家好，我是明君。不一样的风景系列是专门带大家看一些不一样的景观。今天来逛一座1937年就开园的游乐园——山桃山游乐园。山桃山也是台湾现今历史最悠久的游乐园，算一算有86年的历史啊。另外说明，因为最近天气太过炎热，所以这一次找了一位摄影朋友平哥来帮忙拍摄。也感谢平哥把第一个走入园的画面拍得像是走入邪教庄园一样啊。进入园区的门票是1人90，也算是相当的亲民。2位哈？对。180。请问里面园区大概可以走多久？有16条。16甲吗？对。一个下午逛得完吗？可以啦，你先走一下就都不要停了。都不要停，第一次听到这一种游乐园的玩法。往内走会先穿过新门，然后走在桥上，往下一看是水位很浅的水池，以及有些搁浅的虾兵蟹将，池子里面还是有鱼和乌龟的。再向里面走，可以看到3颗桃子，一旁的告示牌写着这个园区是陈秋良先生所创，原本叫做秋良山。话说这取名的方式跟秋茂园还真有点类似啊。后来因为园区的3颗巨桃引人注目，游客习惯称作山桃山，于是这里才改名为山桃山。我们刚才来到了这个3颗桃子这里，应该是这里的地标吧。之后这里有几尊雕像，我原本以为这个都是观赏用的雕像，但它特别的就是像这个2母凤凰，它其实前面是有摆一个香炉的，还有这一尊小人的雕像，它上面也是有摆一个香炉的。然后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这一边呢，这边也有一个香炉，然后有一个像是观音的石像在那里，所以这里到处都有香炉，到处都有神像的意思。我想在80几年前的游乐园可能就是这一个风格吧，游乐园可能和庙宇是有一点密不分开的关系。而这3颗巨桃是可以走进去的。我们从一旁的水帘洞走进，水帘洞狭窄、阴暗、潮湿，耍自闭。话说贝壳庙也有像这种隧道造景，看来隧道在当时的庙宇都是很常见的哦。不过我今天是来参观游乐园啊。走到巨桃的上方，桃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旁边有一个神龛，神龛里面有尊神像，而且还是有香炉以及供人祭拜的。我再次觉得我是来到了什么庙方的园区啊！接着再穿入洞内，走在洞内，你完全不知道前往何方，有一股寻找生命出路的感触。接着这个洞内有神像，供奉王禅老祖。我想以前人的娱乐可能就是四处拜拜吧，所以园区里到处都有神像和香炉。接着来到了园区唯一的商店，一般园区的商店都会卖饮料零食，但这里卖的是油画。看来园区认为我们比较需要精神上的粮食。然后我再往一旁看，会看到摇摇欲坠的吊桥，很像是印第安纳琼斯逃出墓穴的时候，会一边逃跑还会一边坠落的那种吊桥。接着来到了台湾游乐园和庙宇造景必备的元素——许愿池。这种铜板娱乐兼具了高报酬的回报，是追求 CP 值的台湾人最爱，也是地主的额外收入。一座许愿池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，真的是伟大的许愿池啊！我从入园走到这里大约走了半小时，终于看到了路线图。我还以为路线图应该是要出现在园区门口的，原来路线图是要出现在园区的正中间啊。接着来到了一个表演平台，因为非常的大，所以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大平台。一个人向下走，有些略显寂寞。走到底有2只俄罗斯娃娃兵，再确认一下，没有香炉哦。转身之后是一个人的孤单。再往里面走，终于看到山桃山最为知名的人类仓鼠计划。接着就让我体验大型滚轮吧，但由于阻力实在太大了，难以移动，
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，从仓鼠演变成为猴子。脚会酸的，这是健身器材啊。不行。接下来换小的滚轮，我的心得总结是非常的好玩，十分推荐。在台湾的其他地方有这种游乐设施吗？我想可能也是三桃山独有的吧。没有步刹车。接着进到了缆绳轮胎的设施，由于缆绳有些生锈的痕迹，我对于这个设施有些疑虑，所以请容许我先跳过。接下来是人力脚踏车。话说这里的设施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靠人力。不太对吧？坐着，这边好了。哎呦，真的可以前进，也可以后退。其实蛮好玩的。我严重怀疑这个车斜一边。我觉得所有高雄人呢，应该都带着另外一半来踩踩看这个脚踏车。为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底下的高度有多高。最后来到溜滑梯，这个溜滑梯有2个高度可以选择，而且还有提供纸板，让你不用担心裤子被磨破。虽然屁股还是会热热的，就是了。现在我拿着我的纸板要来体验看看这个溜滑梯。这个溜滑梯应该是台湾少数可以这么大座的石头溜滑梯吧。而且最有趣的是，它中间有一个加高的设计。我先来溜这个普通的看看。还好这一次有这个纸板，不用怕裤子磨破了。我不会忘记那个秋茂园，感觉不太对。这手要抓哪里呀？不吃它，手要抓上帝了。来喽！哇哦！很好玩，没费。哇哦！有件事情我必须重新说明一下，我认为这个溜滑梯才是三桃山最好玩的游乐设施。好的，总结一下，三桃山游乐园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走走。扣除掉烧香拜拜的神像部分，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游乐设施可以体验，建议大家可以直奔游乐区，玩个溜滑梯、脚踏车、仓鼠滚轮，花个90元，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啦。好的，这次就说到这里，下次见啦，拜。